Hello， 大家好，我是 Sarah。今天我的背景非常的不一样，就是我在家里附近的 Community Center 拍的，因为今天就刚好来这里的咖啡厅，就觉得这边很适合拍一下，然后又刚好带了麦克风出来。那今天有8个活动要跟大家分享。其实离夏天越来越近的时候，就活动越来越多，我觉得大家应该也会蛮期待接下来的活动的。那今天的第一个活动呢，是5月24号到26号在 White Rock 举办的爵士蓝调音乐节。那这个爵士音乐节呢，会有超过15场的免费音乐。那大家可以来到 White Rock 这边，可以品尝这边的美食啊、咖啡厅啊，还有一些手工啤酒厂。那还可以在海边，就是码头旁走走，也很不错。除了免费表演之外，他们还有一些付费的演出，大家也记得要在官网上先购买好门票啦。那他们从5月31号到9月27号，就是整个夏天还会有夜市可以逛，就是非常的热闹。第二个活动呢，是跟心理健康有关的一个工作坊哦。如果你今天想要探索你内心的世界呢，就非常适合来参加这个工作坊。那他们会邀请非常专业的讲员来用轻松的方式来跟大家聊聊你的情绪啊、压力啊，还有心理健康各个方面。大家记得带好你的纸笔来参加这个工作坊。那现场呢也会有提供一些小点心给大家吃。如果你现在也有一些压力，然后你也想要找寻这些原因的话呢，就很适合去参加。在探索你的心理的同时，也会帮你建立你的自信心，对，就是更了解你自己。第三个活动呢是斑点虾节。那不知道大家吃斑点虾了吗？就如果还没有吃到的话，大家可以到 Delta 的 Ladner Wharf 这个码头来购买斑点虾。如果你没有空去的话呢，也可以到一些超市，就是有一些超市会卖活的斑点虾，可以买活的，不要买冷冻，冷冻口感会不太一样。如果你懒得料理，也懒得去购买的话呢，就可以去参加5月26号的这个斑点虾节，是在温哥华的一个渔人码头举办的哦。现场他们还会有好喝的这个斑点虾浓汤，还有呢，如果你想要吃比较高级一些的斑点虾料理的话呢，还有79元的一个你可以品尝到6道斑点虾料理的早午餐可以吃，一样就是要到官网上去购买票。现场呢也会有一些厨师的烹饪料理的示范。那第4个活动呢是6月1号在 Burnaby 举办的一个帽子节，也叫做脱帽日这个活动。那这个活动也是在 Burnaby 这个社区历史悠久的一个从1989年就开始的活动哦，会有长达2公里的街道上来举办，有各式的音乐表演、街头美食，还有一些车展和特卖的活动哦。那活动是从早上的9点一直到下午4点，就是一个一整天很热闹的活动。早上10点还会有游行表演。那第5个活动呢是跟植物性食品有关的哦。如果呢你刚接触，或是你对这些植物性食品非常有兴趣的话呢，就可以来到这个温哥华的会议中心，在6月1号和2号2天的时间会有跟植物性食品有关的活动。那这2天活动呢，会有超过200个植物性的食品还有纯素的展商来参展，所以你就可以更了解有哪一些的植物性食品可以品尝。那它也会有一些 sample， 就是可以给你吃吃看。而且除了食物之外呢，跟居家美容有关、跟家居用品、美容用品有关的也都会有在现场，你可以去了解。他们还会邀请一些讲员，那每一个讲座都大概30分钟的时间，他们会分享他们的纯素生活方式，就非常的有趣。就如果你是才刚踏入这个领域，或是你很想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的话呢，就可以来到这个活动看看啦。那第6个活动呢，一样是在6月8号这天，也是一整天的活动，是非常热闹的无车日，是在 Surrey 举办的，整个街道就会变成行人的天堂。那活动里面呢，还会有一些就是热闹的音乐表演啊、手工市集，当然还有美食嘛。那你就可以边走边逛，又可以吃东西，又可以同时消化食物，非常的棒的一个活动。那第7个活动呢，是在 Langley 举办的一个大型的社区活动。那这个社区活动呢，一样会非常热闹，又适合带小朋友去玩，因为呢，它会有那种充气城堡，就是应该没有小朋友不喜欢的攀岩墙啊，还有迷你高尔夫球可以玩。然后在旁边的社区学校呢，还会有一些筹款的活动，他们会卖热狗啊、饮品啊，希望可以帮助当地 local 的小朋友们。表演活动也是从早到
到晚。那现场会有大概20个左右的美食摊位，然后还有啤酒可以喝，当然要在啤酒花园里面。那这是免费的活动，大家可以去玩啦。第8个活动呢，一样是非常热闹的，在6月9号举办的意大利节。这个意大利节是从2010年就开始的哦，它是在温哥华的小意大利区举办的，举办在每年6月。它主要是庆祝意大利的文化还有当地的遗产。那活动呢也是非常大型的一个封街活动，大概有14个街区吧。那现场也是非常适合带小朋友去跑跑跳跳。主街上呢还会有游行哦，还会有很多热闹的现场音乐啊、街头舞蹈啊，还有美食摊位。那如果你喜欢看古董车的话，现场也会有经典的车展，还有各式的文化活动来庆祝这个意大利的庆典。那今天的活动就到这里啦。其实我刚刚已经拍完了。就是我已经拍完，但才发现我的麦克风有问题，应该说是我头发的问题，就是挡到我的麦克风，就是有很多稀稀疏疏的声音，所以我只好再拍一次。今天的闲聊时间呢，有2个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是活动，一个是店面咖啡厅。那活动的部分呢，就是我上周呢就去参加了，它是一个为期4天的牛仔竞技表演和乡村市集的活动。它里面非常热闹哦，就是有那种游乐设施啊，那种流动式的游乐设施可以玩，然后又有很多的餐车啊，还有小动物区，你可以看到小鸡超可爱的，刚出生的。那里面有一区呢，它主要是那种被救援回来的动物，还有变色龙。那它们真的很特别，它们就像雕像一样，它们不会动，然后你是看着它真的有在呼吸，你才知道哦，它是真的，它的头跟眼睛都可以定格哎。对，那除了这样之外呢，这个活动最经典的就是它的牛仔竞技表演。那一天去参加这个活动的时候，雨非常之大，但是大家真的是全部就是整个它的座位基本上都是坐满的哎，就是我不知道原来牛仔竞技表演这么多人喜欢。那我第一次看呢，也觉得还真的蛮好看的，会让你看得很着迷。然后我们刚好有拿到媒体票，所以可以比较近距离的去拍摄这些牛仔竞技表演的过程。那每一场表演都非常快速，就大概不到就10几秒的时间就结束。回家后就开始查 YouTube 啊，然后看 Rodeo 牛仔竞技表演的规则和怎么进行这个比赛的。那在学习这些新的知识的同时呢，还可以同时学习英文，真的是一举两得。那有一个语言学习平台可以让你更快的了解影片上的内容哦，那就是 Link 语言学习平台。那 Link 语言学习平台提供了17种不同的语言，是由会20多国语言的语言学家 Steve 所共同创办的哦。中文、日文、俄文都难不倒他。Link 跟其他传统的语言学习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首先最重要的就是你可以掌握你自己想学习的内容。你可以在网站上浏览非常多的影片，那你可以点选你有兴趣的影片，你也可以到 Link 的论坛寻求一些建议，就是大家可以在上面问一些问题啊，会有各国的人跟你交流。最棒的就是它可以汇录你喜欢的内容，不论你是从 YouTube、Netflix 还是 Podcast 上面呢，任何你感兴趣的，不管是语音啊、文章或是影片，你都可以汇入到 Link 里面来做学习哦。因为去看了这个牛仔竞技表演，就会想说下次如果可以看懂的话，就会更有趣了。所以我就到了 YouTube 上面去搜寻牛仔竞技表演或是比赛有关的内容，汇入到 Link 里面来学习里面的一些专有名词啊、一些单字啊这些的。无论你是用手机 App 来汇入，或者是电脑版来汇入都可以哦，都非常的简单。那如果你担心就是这些学习的内容可能太长，你还可以按下 Link 的简化功能，这真的非常的方便，它可以帮你把这些影片或者是文章几秒钟之后呢，它就会变成更简短的内容，帮助你学习。那大家都知道读书啊，或者是看文章啊，看久了也会累嘛。那这时候你就可以点开它的复习句子的小游戏的功能，那马上让你恢复精神。最后呢，还有一个很棒的就是它是可以免费注册的哦。如果你觉得很不错，想要升级为付费会员的话呢，1个月只要13元的加币呢，就可以使用 Link 上面很多的功能，像是你可以无限储存单字啊，你可以上传无限的内容来学习。那大家记得要使用我的优惠码，那我会把优惠码还有折扣链接放到说明栏，大家记得要去点开链接注册你的会员啦。那真的蛮推荐大家可以去使用看看 Link 语言学习平台的。好，那第
第二个呢是咖啡厅，也一样是上周去参加的一个刚开幕的一个 Hello Kitty Cafe。我本身就是一个 Hello Kitty 迷，他们的蛋糕还蛮好吃的，而且呢都会有 Kitty 的元素在里面，非常的可爱，就你会舍不得把它吃掉。然后还有很多各式的饮品啊，就是有很多选项，像是有咖啡，然后还有 bubble tea 珍珠奶茶可以喝，然后还有其他的茶饮。那除了这样之外呢，还有冰淇淋松饼也很好吃，刚烤出来所以会脆脆的，然后配上上面的冰淇淋，又冰又热又脆，就是很丰富的口感。所以如果你是 Kitty 迷的话呢，你可能就会非常想要去，而且它是加拿大的第一间 Hello Kitty Cafe。如果你是 Kitty 迷的话呢，你就可以去看看啦。而且它里面真的是超级适合拍照的，大家最近去的话，可能要稍微排队一下咯。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非常开心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些活动，谢谢大家，我们下集每周活动见，拜拜。